1923年7月16日，最后一名工人完成了他的工作之后，我搬进了艾克森摩隐修院。这是一个古怪的地方，虽是我祖上的府邸，却常有可怕恐怖的事情发生。例如，这里曾发生过一起骇人听闻而又原因不详的灭门惨剧，房子的主人连同他的5个孩子还有几个仆人一同被杀。在灭门惨案发生后的3个月，一群来自地狱的食人鼠更是浩浩荡荡地涌出城堡，吃光了村里的家禽、猫狗和猪羊，以及2名不幸的人类。许许多多的诡异传言在隐修院周遭肆虐。有人说，这附近总会出现吱吱怪叫、挣扎翻滚的白色物体，这种物体会让人陷入癫狂，失去理智。也有人说，在隐修院里每晚都盘踞着一群邪恶的蝙蝠恶魔，猖狂地举行拜鬼仪式。总而言之，这座府邸是一座遭世人唾骂的房子，它的诡异可怕程度我们绝对无法想象。尽管如此多的诡异传说都在告诉我这座宅子的不吉，但我还是一意孤行地坚持修复它，并且在1923年7月16日搬了进去。在我正式搬入这座祖宅不久后，怪事就接连发生了。第一桩事情发生在1923年7月22日，我所饲养的老黑猫尼格尔曼变得异常警觉和焦躁，完全不符合本来的性格。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表现得紧张不安，嗅闻府邸里构成哥特式建筑的古老墙壁，抓挠覆盖在古老石壁上的新香板，如临大敌般到处的打转着。第二天，家里所有的猫都变得躁动不安，有仆人提出鼠害的说法，我对此嗤之以鼻。鼠类在这里已经绝迹了300年，怎么可能会是鼠害呢？第3天夜晚，我在睡觉时，黑猫尼格尔曼突然从休息之处猛然惊起，纵身将墙壁的挂毯拽到地上，露出一面潮湿的古老石墙。尼格尔曼在那面墙壁前的地面上跑来跑去，抓挠落在地上的壁毯，甚至想把爪子插进墙壁和橡木地板之间的缝隙。他什么都没有找到，闻了一阵之后就疲惫地趴回我的脚上了。可能是由于太过疲惫，也可能是由于太过紧张，次日我就被一场诡异可怖的噩梦给吞噬了。梦中我似乎在极高之处俯瞰微光映照的洞窟，洞窟里的雾积到气息处，白胡子的恶魔猪倌用拐杖驱赶着一群白花花的牲畜。随着猪倌停下休息，打起瞌睡，数不清的老鼠像下雨似的掉进臭气熏天的深渊，开始啃食那群牲畜和那个人。多么可怕的梦魇！我的四肢无法动弹，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人被啃食。这时，趴在我脚上的尼格尔曼忽然跳了起来，将我拉出这个可怕的场景。清醒后的世界并不友好，房间的所有墙壁都在发出那种令人作呕的异响。老鼠匆匆跑动的脚步上，灯泡绽放光芒的壁波上，地毯骇人的抖动上。片刻之后，地毯的抖动立刻停止，异响也随之消失了。可放置在房间里的环形捕鼠夹却全都合上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忽然，底下大房间的石墙里传来清晰可辨的声音，就像是老鼠在里头飞奔乱窜着。这些生物的数量似乎无穷无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迁徙，从难以想象的高处朝地下或者不可思议的深处而去。宅子中所有的猫都陷入恐慌，呜呜低吼，冲下几段楼梯，蹲在下层地窖紧闭的门口嚎叫不已。宅子里所有弹簧都被合上了，却毫无老鼠的踪迹。究竟这些捕鼠夹是被什么给触发了？猫咪又为何躁动呢？我在书房里陷入深深的思索，可是思考是毫无用处的，一整晚我毫无头绪。我知道，只有深入那些黑暗之地，才能揭开这个谜团。随后，我邀请了诺里斯上尉一起探查下层地窖。这个地窖的建造出自罗马人之手，最大的石块位于房间中央，表面能分辨出与火接触留下的特殊纹理，可能在此曾经焚烧过祭祀的牺牲品。我俩为了探查真相，决定在这里过夜。当晚，那个熟悉又可怕的梦境再次向我袭来。
面目可憎的猪倌驱赶着白花花软绵绵的畜生在我的梦中肆虐。我望着这些丑陋的东西，觉得它们似乎变得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清晰的我几乎能看清楚它们的样貌时，陡然间我被猛地惊起的尼格尔曼拉出梦境。这时候我注意到紧闭的大门外的石阶尽头吵闹的可怕，几只猫不停地嚎叫着抓挠着，尼格尔曼却对他在门外的同类置之不理，只顾激动地沿着光秃秃的石墙跑来跑去。石墙里嘈杂的鼠群奔跑声响越来越大，尼格尔曼的抓挠也越加的疯狂。诺里斯拿起提灯凑近祭坛，仔细查看尼格尔曼正在抓挠的地方，扒开繁衍了几百年的地衣，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但就在他即将放弃努力的时候，一个微小的细节突然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祭坛旁的提灯的火焰在气流吹拂下闪动了，而这气流无疑来自地板与祭坛之间地衣刮开后露出的缝隙。难道在这座受诅咒的福地底下还存在着比巨石祭坛还有更深更久远的洞窟吗？我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已经极度膨胀，浑身颤栗，无法行动。在恐惧真相的边缘上，我们是该放弃眼前的探索，永远离开隐修院，还是应该有勇气探寻这其中隐匿的恐怖呢？思考了整整一夜，我们决定去伦敦召集适合研究这个谜团的考古学家和科研人员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8月8日上午11点，我们7人1猫带着大功率电子探照灯和挖掘工具走进下层地窖。随着科研人员的操作，中央的祭坛向后翘起，拼花地板上砰的一下打开一个近乎正方的洞口。沿着洞口望去，一道堆积着人类或类人生骨的骨头的坡面延伸向黑暗。走下几级台阶后，我们发现前方有亮光，随后出现的景象更是让我们失去了一切的行动能力。心灵学调查员桑顿当场昏厥，诺里斯也口齿不清地连声惊呼。这个微光映照、洞顶极高的洞窟里，竟然出现了许多建筑物的残垣，有形状怪异的坟冢、原始的巨石阵、低穹顶罗马神庙的废墟，还有漫生的萨克逊式建筑群和英格兰早期的木质大屋。但比起地面上呈现出的恐怖景象，所有这些都渺小的不值一提。从石阶前几码的地方开始，铺展着彼此纠结的无数头骨，它们绵延伸展，犹如泛着白沫的海洋。有些骨架已经散开，有些依然完整，或部分关节还彼此相连。这些骨头都被啃食过，大部分齿痕来自鼠类。我们尝试分析建筑物的残垣，一层又一层的恐怖叠加在每个人的心头。低矮的萨克逊建筑物内陈列着一排恐怖的石砌牢房，共有10间，栏杆锈迹斑斑，里头遗留着人类的遗骸。我凑近观察，随后的发现让我整个人陷入癫狂。其中之一的食指骨头上套着一枚印章戒指，而戒指上刻着我们家族的盾徽。这个人属于德拉波尔家族。探照灯照亮了黑暗尽头的无数深坑，里头堆积着被巨蛋踢进的骨和敲破倒空的头骨，更是深深地震撼住了我们。期间，我在一处可怕深坑的边缘滑了一下，在那一瞬间，我感受到狂暴的恐惧。远处漆黑的无涯深处，也响起了一种似曾相识的声音，那么遥远又那么飘渺。在那片深坑里，奈亚拉托提普那无面的风神正随着2个没有确定形状的愚笨笛手所吹奏的笛音，漫无目的地咆哮着。我的理智消失了，探照灯熄灭了，一切都陷入黑暗，但我仍在狂奔。耳边疯狂的鼠群疾跑声渐渐地越来越响，越来越响。既然德拉普尔家族的成员可以吃禁忌之物，老鼠为什么不能吃德拉普尔家族的成员？我不是洞窟中的恶魔主管，那些白花花的牲畜也没有长着诺里斯的胖脸。他活着，而我的孩子死了，凭什么？那是巫术，带着花瓣的毒蛇，我诅咒你！3个小时后，他们在黑暗中找到了我。此时的我正趴在诺里斯上尉那被啃食了一半的肥胖身体上喃喃不已。他们炸毁了隐修院，从我身边夺走尼格尔曼，
将我关进汉威尔疯人院的铁笼房间，心怀畏惧的悄声讨论我的家族遗传和人生经历。而此时，那些恶魔般的老鼠还在房间墙壁的挂毯背后飞奔，它们召唤我深入比我知晓的更加巨大的恐怖，那些它们无论如何也听不进的老鼠，墙中之鼠。